那我们现在来看下一节。我们要谈反函数。那这当然也是你们在高中已经学过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只是还在复习。那反函数其实简单的说，我先画一个上一次我们看到的函数图形。好，左边是定义域，右边是对应域。好，反函数这个关系啊，假设不是说我们在算实数上，而是用一个更一般的观念来讲。反函数最重要的概念是这样，就是你从哪里来你就回哪里去，你从这边过来，那你就意思就是你把它画回去，这样子。所以如果你从这边过来叫做 f， 你这个回去你把它写成 g 的话，就是有个对应关系，因为我们上次用一根直线写这个对应关系嘛。那函数因为定义在这边，所以你有个箭头，本来这个箭头是往这个方向，那现在只是把它反过来，反正你从这边过来，你就把这一点印回去。好，那当然不是所有函数都有反函数，按照这个写法。但是目前我们先不管，也就是说反函数应该要有下面的性质。好，那这个是严格的反函数，写起来应该有这个性质。好，因为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下面这个 f(x) 就是你从这个 x 送到这里来，然后你现在经过这个东西把它印回去，所以它应该回到 x 这样子。这两个式写的都是你过去再回来，应该一样。但这个式其实里面你会觉得比较不舒服的是，为什么都是 x？在学反函数其实就是这一点比较讨厌。OK， 因为当你习惯这边是 x， 这边是 y 的时候，你会想把这边写成 y， 但其实不是这样。等一下我举一些例子以后，你再回来想这个问题。好，那你再去想，如果你硬是要把这个写成 y， 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是不行的。就是你要记得，当你写一个函数的时候，那当我要写成这样的时候，其实它里面是有个约定的。这个约定是这样：我从这边写过来的时候，我把自变数这边叫 x。但是当我从这边印过来的时候，其实我是把这边的自变数叫 x， 所以我下面才会写这个 x。不过就这件事好像也还好，我写成 y 好像没什么，也没什么不行。不行的是另外一件事，好吧？好吧，停在一个非常不好的地方，因为这个比较抽象，应该要开始举例子才对。那反函数这个概念，在某些情况其实是非常显然，一定是这样子。比如说第一个例子，比如单位换算，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你甚至不会用反函数来描述，你根本就觉得那是一样的东西，只是不同的名字，那很好，其实就是这样。譬如说，y 等于 100x， 这是数学上一个式子。但是如果你是在譬如说你 x 呢是公尺，然后它换算成公分的时候，你就需要用到这个公式，你把公尺的数字把它乘上100，你就得到公分数，这是你从小做到大。然后呢，你在小学的时候当然就已经知道一个非常明显的事情，就是你可以从公分，你可以从公分换成公尺，你也可以从公尺换成公分，就是你从这边变过去。但是从公尺，我想想看，这是从公尺换成公分。现在假设你要从公分换成公尺的话，你的函数呢其实要变成这样子。你注意到我用一样的，就是说我都用 x 当作变数，就是这个函数 y 等于 100x 是从公尺变成公分，然后 x 除以100呢是从公分变成公尺，这样子。
那在这个里头，真正就是你描述一个东西的长度的时候，那个东西根本没变，变的是你描述它的时候你所用的单位，只是这样子。所以它当然满足这个式子，因为你从公尺变成公分，再把公分变回公尺，当然得到的答案是一样。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那公尺、公分，因为是你很熟的单位，好，我们有很多的单位是用十进位，我所谓十进位是说100、10、1000这种变化。那当然有一些单位变换是比较奇怪的，譬如说平方公尺。跟平，就是你在描述家里有多大的时候，你用平还是平方公尺？那你在台湾，你完全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因为大家都是用平。我第一次就是我去美国的时候那我的同学很想了解这个台湾的情况大家都对别的国家很有兴趣，然后他就直接问我说：“你们家大概是几平方公尺？”我马上就愣住因为我实在那时候不晓得要怎么样去讲这个平方公，因为我从来在我讲我家多大的时候，从来没有用过平方公尺，所以好了，所以我把它写在这边万一你以后你们出国可以用一下。这是 y 等于3.3乘以 x。那问题是谁是谁这样子就是 x 是平数。所以1平大概是，对吗？我又搞糊涂了。对，平数换算成平方公尺，所以1平大概是3.3平方公尺。看一下，对，大概是这样子。那你从平方公尺换算成平的话，那当然就是 y 等于3.3除以 x，当然就是这样。你只要记中间一个方向就好。那这是反函数非常显然的例子。那讲反函数，在讲这个单位换算最好的例子，其实不是这个而是摄氏跟华氏的换算，就是温度的换算。我不晓得华氏这个Fahrenheit是谁但是它非常好，因为它把冰点定成不是0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单位换算比较特别的例子。所以我们有一个换算是写成这样，写在哪边？在这边加上32，这是什么？这是从什么换成什么？这个是从摄氏换成华氏，对不对？我直接写度 C， 是这个。那反过来呢？反过来就是反运算嘛。就是怎么样从华氏换成摄氏？那当然就是 T 减掉32乘以5/9。那这是从 F 度 C。在单位换算里面比较少见的，因为通常单位换算都是从0为基点，即使是像这种平跟平方公尺也是就是简单的乘除，但这比较复杂，因为它基准点不一样所以这个你倒是可以好好检查一下，它满不满足左边那个式子那它一定要对了，这不可能不对的，因为它描述是同样的天气，只是用不同的测量方式这样子。所以譬如说你可以把这个式子带进去，然后你算一算就得到 t， 或者把这个式子带进去，然后算一算你会得到 t， 一样，得到一样的东西。这是一系列的就是单位换算的例子，这是一种。那另外一个常见的关于这个相反，就反过来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经常讲的，比如加跟减，加减是互为反运算。那你也可以用反函数的方式来讲，譬如说 y 等于你把 x 加上100，加上100，那你加了100，反运算就把它减掉100所以 y 等于 x 减100。然后这两个呢还是我不要写 y 好了，我直接写 f(x)、gx。
那这两个函数就互为反函数，因为你加上100又减掉100，当然又回来了嘛。这是你小学都在学到3、4年级就知道这件事，或者更早这样子。那这是加减，另外一个是乘除。f(x) 等于譬如说32x gx 等于32/x。其实我们刚刚的单位换算全部都是这一类的例子。你乘上多少，它的反运算就是除，所以你把它除下来了。所以乘除呢，也是这样子的例子。所以你在做运算的时候呢，中间有个反过来的过程。所以呢，我们留一个问题在这里，所以一个问题。平方平方有没有反运算？那想说这有什么好问的？当然有嘛，因为你从国中开始就非常清楚这件事情，当然是有。我是故意写的因为等一下我要把这个问题呢重新整理一下，然后再来回来看一下这件事。了解反函数，中间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反函数的图形跟本来函数的图形中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先讲一个性质。这个意思是说，我现在给你两个函数 y 等于 f(x), 它的函数图形我写成 gamma f；y 等于 gx， 它的函数图形我记成 gamma g。这是图形，因为我懒得写很多字，不然我也可以写 f 的图形这样子。那我现在要说 gamma f 若 f(x) 跟 gx 互为反函数。则它的函数图形会对 y 等于 x 对称。你如果稍微想一下刚刚举的例子，如果你很快想一下，你会知道是对的。不过不管怎样，我们等一下还是会看到。OK， 好，为什么这是对的？那幸好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对 y 等于 x 对称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工具在手里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你要讲这两个东西对称，这跟我们刚刚讲一个平面图形的对称略有不同。这是我刚刚说的。我们刚刚在谈一个图形自己对 y 等于 x 对称，那是同一个图形。但是这边讲的是两个图形对 y 等于 x 对称。那幸好我们刚刚在讲习题的时候，其实我们看过第一个例子。我们在习题里面不是说，如果你有一根直线，你现在对 y 等于 x 对称，得到另外一根直线，然后你就探讨中间那个直线的系数的关系吗？那我们基本上是类似刚刚那个情况。所以你其实是要说下面这件事情 ，AB 就是如果有一个点，它落在 f 这个函数的函数图形上的话，你希望说明 BA 它会落在 G 的函数图形上。假设我真的能够说明这件事情的话，那其实那就证明了这件事。但其实我应该严格的讲，我应该说从这边推过来跟从这边推过去都对，都可以。你在 F 上抓一点，你把它的坐标反过来，它就会在 G 上面；你在 G 上面抓一点，你把它的坐标反过来，它就会落在 F 的函数图形上面。你要说的是这件事。好了，那我们把中间的部分把它补起来，我们来看一下 ，AB 落在伽马 F 上是什么意思？
就是 b 就是 a 的函数值嘛，好，就是这样子，这是第一个。好，那因为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带 GB， 因为我现在把它带入这个函数啊 ，G 它就会等于 G FA， 这当然对，因为你是把同一个点带入一个函数，所以这个式子当然对。现在重点是后面这个式子 GFA，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它是反函数，彼此互为反函数，所以 A 印过去以后再经过 G 所以它印回来。好，所以你就得到 A， 就是 A 会等于 GB， 好，就是你如果就稍微隔开写，它其实写的是这个意思。好，就这个式子就是这个意思，就 A 等于 GB。但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所以我们就得到 B 的 G 的透过 G 的函数值是 A， 因此呢 B 得到 A， 所以它就落在这个上头，就这样。哦，所以其实很简单，反过来也是对的。哦，反过来就是你要另外写，就如果你有个点在伽马 G 上，那你就会得到 A 要等于 GB， 然后你再透过同时用一个 F 去映射，然后利用刚刚的这个条件，你就会得到类似的结果。OK， 那部分我就不写了。好，就是从下面上去也是对的。OK， 哦。所以你注意到这个证明跟刚刚写的那个性质 2.1 的证明啊，有点像，但是也有一点点不一样。好，那因为毕竟他们要证明的目标不同，但是呢，这个地方它都一样，这个是定义，好，是图形的定义。最后的这一段从这里到这里，这个值也是图形的定义。所以唯一的这个值，哦，你从哪边来？那这个值是来自于你本来的假设。这个假设是因为 G 跟 F 互为反函数，啊，所以得到这个结果，这样子。好了，所以这算是很短的一个证明。但是呢，从这个式子啊，加上我们对 y 等于 x， 就是这个对称 AB 跟 BA 中间是坐标互换，其实我们很快就得到一个找反函数的方法。就是说我给你一个函数，我现在问它的反函数是什么？好，就简单的讲，举一个例子 ，y 等于就 y 等于3x， 好，请问它的反函数是什么？那我们刚刚已经做了，因为这个你想成它就是乘跟除，所以你当然知道是除以3。那我现在要讲的是，好，我怎么去看这个方法是什么？好。就是你把 x 跟 y 对调，就好像我们刚刚在做那个习题的时候，我把 x、y 对调啊，这件事情是你们要回去想的。这一想通，其实就没事啊。想不通之前，你会觉得有点怪，啊。但是这个对调里面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两个图形如果它对 y 等于 x 对称，它的 x、y 坐标要反过来。好，其实这边写就是这个意思。那你看一下，从这个地方就知道 y 等于x。好，所以它跟这两个刚好互为反函数，你把它带进去就知道它是对的，这样子。好了，那有了这个方法，很多反函数你就可以做了。好 ，x、y 对调，得到这个式子，所以 y 就等于 x 的1/3次方，啊，非常好 ，x 的3次方，啊，另外 x 开3次方，显然是对的。指数函数 y 等于2x，x、y 对调，所以，这是我们熟悉的指数跟对数是反函数的意思。好，指数，然后它的反函数就取它的对数。OK， 所以现在回到这个问题来了。所以平方有没有反运算？如果现在把它解释成反函数的话，平方 y 等于 x 平方，那依照我们刚刚完全一样的做法，你就得到下面这个事情 x 等于 y 平方，所以呢，就得到
这什么东西呢？知道这是4则，对不对？你心里面想的那个答案是有出现的，哦，因为平方的反运算当然就是开根号，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它冒出一个负号在这里，好，好，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接下来要谈的事情。这个还没结束哈，这个不要把它当做，因为这个事情还需要讨论，要小心一点。我先打个问号，这个问号不是说这个答案不对，这个问号只是说在我们现在这个讨论的情境里面，我们要稍微去分析一下这个状况。OK， 这跟这边不一样，这边的问题是没有问题，但那个地方怪怪的。OK， 所以这个大概是在15页。在15页的位置。如果我们把这个 y 等于 x 平方，现在碰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很大，但是还蛮基本的，就是这是 y 等于 x 平方。那依照我们刚刚的理解，就是我刚刚擦掉那个性质，一个函数它的图形应该跟它的反函数图形是对 y 等于 x 对称。好，这是它对称图形。那当然，第一个最明显的结果就是，这不是函数嘛？哦，这不是函数。所以 y 等于 x 平方，它的反运算是什么？如果你把它解释成我要找 x 平方的反运算啊，然后找它的反函数，就这件事情的话，你现在把它导过来，发现根本不是函数，根本不是函数。好，那怎么办？好，因为我一点都不想放弃平方的反运算是开根号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从国中开始就是这样学了，这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我绝对不会因为它的图形我现在画成这样，那我就说我以前学那个是不对的，哦，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有一些很根本的东西，当然一定要是对的。现在只是说我们现在碰到这件事情，我要怎么样去解释这件事。好，所以这个解释是这样。你记得我们刚刚把它写成 y 等于正负根号 x， 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好，这是隐函数。所以呢，它其实拆成2条函数，好，拆成我上面这个白色的，跟下面这条我维持是黄色的，好了。所以其实它是2个函数，好，从隐函数的观点，它可以拆成2个函数。然后这个白色的部分，当你做对 y 等于 x 对称的时候，它其实是这一条。好，其实这样。所以，如果你现在完全不看黄色的这条，只看白色的这条函数图形的话，它现在讲的是这个函数，它的反函数是这个。那这样，当你这样讲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因为那条白色，就右边那条白色的确是函数，所以就你要一定都是函数的观点，这样写是对的。所以这样写下来其实这样。所以如果你有 f(x) 等于 x 平方，但是 x 大于等于0，好，就是你现在限制它的定义域，你现在只考虑白色的这一段的话，那的确我有它的反函数 f(x) 呢，就是你平常要的开根号，这样子。然后你仔细想想看，你平常生活中，好，我不是讲你在做数学题目。你生活中如果真的用到平方的运算，其实多半都来自于正数，你很少拿个负数来做平方。哦，事实上这个负1的平方等于1啊，在国中闹了你一阵子。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就我们最粗浅的理解里面，当你取一个正数，它的平方，然后开根号，这当然是它的反运算。啊，那这就是我刚刚讲你要保留的部分，因为这是铁定是对的。啊，你绝对不会因为说你现在因为学了一个新的反函数，你就开始这边怀疑这件事情。好。那另外这一段啊，这段比较没有人要的，因为平常你比较少看到。其实你也可以因为这样子，你可以得到黄色的这一段，它其实也有一个很好的反函数在这里。好，虽然这个很少用到，我把它写下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如果你把这边写成 f(x) 等于 x 平方，但是 x 是小于等于0，好，注意到1的函数图形是白色的这个。2的函数图形是黄色的这个，其实我刚刚应该写成白色才对，好，是这个。那这样子的话，它的反函数就是 g(x)。好，请问这边要怎么写？
哦，那当然就是你刚刚已经解出来这个负的根号 x。这两个互为反函数，下面这两个比较少见，比较少用到，哦，所以这个只是我们求全，因为你已经眼睛明明看到这个黄色跟这个黄色彼此是对 y 等于 x 对称，它们也都是函数的图形，所以我就把它写清楚，就是这样子。然后呢，这是一个好了，不能说挑战，但是可能会让你有点迷糊的是，你要不要带带看 f(g(x) 跟 g(f(x)， 带你去会不会满足这个式子？好，第一个一定对，因为第一个就是你已经熟的不要再熟的东西。我现在讲的是第二个，好，你可以试试看。不但是对的，但是你会回忆起一些事情。好，那这个事情其实很清楚的告诉你，即使是我们熟悉的函数啊，其实里面有很多其实没有反函数。一个函数有反函数，其实也还蛮特别的。所以我现在要稍微回到最开头的状况，来讨论一下到底怎么样的函数有反函数。好，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呢，其实也告诉我们，通常处理如果一个函数没有反函数的时候，你通常要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处理？那这个手段是这样，就是当你没有反函数的时候，像这个情况，那你就是分段处理，哦，把它分段开来。那你还是可以局部上取到反函数，利用譬如说隐函数的方法 ，OK。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个例子以后呢，促使我们要去想的两个问题。那我们现在处理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回来想一下，什么样的函数有反函数？好，就是严格的讲。所以让我们回到这个图，好，我们回到这个图来想一想看。第一个当然是你记得，本来函数是这个方向，然后反函数呢就是把箭头倒过来，好，这就是反函数。当然这个反函数是带着耳朵的，好，就是你只是心里面有个概念，说反函数是要把它倒回来，只是这样而已。那我们现在稍微严格一点来想，我们以前不是讲过函数有两个基本的条件吗？第一个条件是什么？第一个条件是说，在我的定义里面的所有点都要对应到函数值，对不对？这是你第一个条件。所以，当你的函数如果是这个样子，然后这边有一些空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当你在写反函数，你把它反过来的时候，这些点根本什么都没对到，因为人家一开头就不要你，你一开头就没有被人家对到，所以你要反过去，你根本要反到哪里去啊？什么都没有，对不对？所以，只要是出现像这样的函数，严格来讲，这样回去好像就没有反函数，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希望我刚刚讲这个从这边回去这个箭头倒过来，这个要是函数的话，它的先决条件第一个是所有的这上面的点全部都要被对应到，好，这是第一个条件，这有时候叫映程。好，这算补充的，好，我也不会特别怎么样，但是你们听听就好。映程的意思就是对，假设这个叫 A， 这个叫 B， 好，在 B 中任何点，哦，我写点都被对应到，这样，这是第一件事情。因为你如果这边的每一个点都被对应到，才能确保我把箭头反过来的时候，我这边的每一个点呢，至少我还可以讲说我对应到什么东西去。好，这是第一个条件。好，第二个条件，我们现在来想想第二个条件。我们在讲函数的时候，有另外一个我说比较重要的条件，那个条件是什么？就是不能够一对多，对不对？函数不能一对多。所以呢，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好，只要出现多对一，从原来的
原来从 A 到 B 只要出现多对一的情况，当你把箭头倒过来的时候，这一点呢就不晓得要对到谁去了。哦，你要对到它还是要对到它呢？依照反函数，你严格来讲，你希望这个过来，然后再回去，要回到原来嘛。但是这两个都对到它，它到底要回到哪里去？哦，这样是不行的。因此，我们如果希望原来这个函数送过来这个 f 有反函数的话，它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不能够出现这种情况。哦，这个我们称为1对1。哦，也就是不能多对1。这样子，就是原来的 f(x) 这样子。好，注意到1跟2都是针对你原来那个 f 的条件，就是我从这边过来，这叫 f， 这个过来叫做 f。我现在想要知道 f 这个函数有没有反函数，我现在先严格的要求，根据函数的基本定义，它要满足那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呢，会导致我在 f 上面给出两个限制条件。只有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的话，你才能说你从 B 到 A， 整个回来是一个好好的函数，这样子。OK， 那所以我们通常在这个地方就会写成，如果一个 f(x) 它是映成，且1对1，则 f(x) 有反函数。那你注意到我没有在讲义上特别讲这个事情，我只谈了1对1，在习题里面，就是我在习题里面有谈到1对1这个条件。那为什么我这么不公平呢？为什么我一点都不要映成呢？一方面我当然是因为不希望增加你们概念上的负担，那另外一个原因是这样，你记得我上次在谈函数的两个条件的时候，我有谈过一件事，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是函数不能够1对多。至于那个定义域，你所有定义域里面的点，你都要有对应到东西啊。其实你处理的方式很简单，你就是把它丢掉，你就把定义域排除，那些点都拿掉就好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刚刚前面举的例子里面，我们现在回忆一下。我举的一个例子是 y 等于3x， 还有一个例子是 y 等于 x 的3次方。这两个函数你都可以证明，它们都是从实数到实数，而且它都是映成，而且1对1。因此你把那个 x 把它倒过来写，它马上就得到一个函数，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这个是映成，而且1对1。但是我们刚刚写了一个非常你很熟悉的例子 ，y 等于2x 方指数，它的反函数当然是对数，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仔细看一看，它真的有满足你刚刚讲的吗？如果你想成是从实数到实数，因为通常我们都是这样写，单变数函数实数到实数嘛 ，y 等于2的 x 次方从实数，但是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如果你坚持这样，如果你坚持的话，你注意到 y 等于 log2x 它没有办法反过来，对不对？那原因是这样，因为这个映成这个条件不满足。因为当你做指数函数的对应的时候，这个实数对应过去其实不是所有的实数，而是我写一个这个符号好了，就它其实是正数。因为指数函数对过去一定是正数，所以它其实不是映成。譬如说这边的0、-1、-2就没有被对应到了，以至于当你要倒过来写的时候，这边的0、-1、-2其实映不过去。那对你来讲这没有什么，因为对数本来就没有什么0、-1、-2嘛，你本来就不要了。那这就是我刚刚的意思。映成这个条件，虽然如果你用严格的函数的规则去想，它当然是要的。但是如果你允许我说它其实比较不重要，那映成是的确比较不重要。因为在这里熟悉的例子你就已经看到，你映过来不是全部，那又怎么样？那就把这部分拿掉就是了嘛。因此呢，如果你严格的写，你就把它写成这样，那这样写就会非常清楚了。
我是从实数印到正实数，它的反函数是从正实数印到实数，这样子。我稍微修改一下它的定义，那就结束了，这样子。好，那比较麻烦的，或者说比较关键的，其实这个1对1，是这个1对1。那 y 等于 x 平方它不是1对1，因为它是1对多它是多对1，它是譬如说1跟负1都会对应到1，这是 y 等于1，然后这个是1，这是负1，1跟负1都会对应到 y 等于1，所以以至于呢，它的这个地方如果是1的话，这对过来，它就会对应到2个点。OK， 那你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要用比较麻烦的时候用麻烦的手段呢去定义什么叫做它的反函数，而不是像这边说你只要把那个定义稍微规范重新换一换，这样就好了没有那么简单。通常这个会比较麻烦。好，那我在这边的习题15页跟这些习题大概就是谈什么是1对1，然后请你判断一下哪些函数是1对1那哪些不是。那从3.1到3.4都是处理1对1。OK， 那这个我就不特别讲。重点结论只有一个，就是只要知道函数是1对1，假设是这样的话，只要知道函数是1对1，你基本上就可以说它有反函数。这个习题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假设应成那件事情，我已经经过我刚刚讲那种处理了。譬如说我刚刚讲 y 等于2x 这个函数是1对1，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它是一个递增的函数，那个图形是这样子。所以每一个点都只对到一个，没有多对1的情况发生，所以在这个情况呢，你会很容易的找出它的反函数，那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个它的这边就是把对应域或者反函数的值域不是反函数的定义域这边呢，你稍微做一点限制调整，这样就结束了 ，OK。所以只要一个函数是1对1，你处理起来很容易。麻烦的是不是1对1？那我们现在来看下面的例子。今天可能只能讲一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宗的例子。好，我们谈反三角函数，这个你们在高中，现在的高中以前是没有，现在的高中课本应该是有一些，但他没有讲到更多，我们后面要讲到的习题。如果要讲一个函数，不是多对1的话，或者说一个函数。应该是说，如果要谈多对1这个函数的话，最好的例子其实就是三角函数。比如说 y 等于 sin x， 这个何止是多对1，这个无穷多个对一个。因为它是周期函数，对不对 ？y 等于 sin x， 同样的0，或者说派的倍数，全部都对应到0，这样子。所以呢，如果依照我们刚刚的写法，sin x 是这样子。如果你想要求它的反函数根本就是胡扯，简单的讲，这样子。我现在在画什么？这是 y 等于 sin x， 这个是什么？这是 x 等于 sin y。这是我刚刚讲，这就是对 y 等于 x 对称的结果。所以如果这个函数要有反函数，它的反函数长法应该是这样，但这明明就不是一个函数。我们刚刚那个 y 等于 x 平方要处理起来还只有一段，这看起来实在太多段了，很麻烦。那这是我讲，当你不是1对1的时候，这个函数当然不是1对1。当你不是1对1的时候，你必须要用一点约定的手段。好，我们来看一下。那反三角函数还是很重要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怎么约定这件事情。
你在理解反三角函数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要记得，反三角函数谈的是角度。因为正弦函数，我们在讲 sin x 的时候，这个 x 是一个角度，这是你在学三角函数里面最基本的一个事情。就我有一个角度 θ， 然后你在谈这个x，你谈正弦是指这个除以它，所以 x 本身是一个角度。所以呢，你现在这个函数是从角度应到某一个值。那你现在在反三角函数，其实你这边相当于问说，我给你一个值，请问是什么角度应到它？透过正弦应到它。因此，反三角函数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它所对应的东西是角度。那只要知道这件事情，你心里面就会比较清楚，我要怎么样去找这个，我要怎么去定义这个反三角函数。好，那首先从小学开始，我们学角度，角度都是在但是小学是写90度了，2/π，所以这个角度对我们来讲是最熟悉的部分，所以你一定要保留这一段。你别的我不管，但是至少你这一段一定要保留，这样子。那这段在哪里呢？从图上来看，我们看一下这一点是什么？这一点就是2/π嘛，因为这一点是2/π1，所以对应过来是这一点。所以呢，这一段，就是我现在把它导过来以后，我现在不是假装取一下函数值吗？那这些可能的值，这整个 y 轴其实就是角度的意思。我现在给你，譬如说正弦值是1，然后你现在问说有什么样的角度会对应到它，你一画上去就有这么多点了，这些点都对啊，这些点都全部都对，这是2/π，这2/π加2π，这2/π减2π，譬如说这样子，对不对？好。但是我现在既然知道说我要取的是角度，所以呢，我知道这一段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一段刚好就是说从0到1的正弦值里面，我反过去以后，刚好是正常角度的位置，就是0到2/π的位置。所以从我的观点，好吧。好，这一段一定要有，因为这一段的角刚好是我们日常用到的角。然后接下来呢，就看，因为我们再过来的角的扩张，小学的时候还学到，比如说180度，然后到了高中之后开始学广义角，你允许所有的角度负的都出现了，像这样子。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现在已经要这一段，白色这一段，现在再过来。我希望连着白色这一段，因为我不希望乱跳。那你到底可以怎么做？所以一个做法是我再继续往上这样走，但是你只要从这个地方稍微往上移动，它就不是函数，对不对？你就违反函数图形的定义了。所以这边其实没辙，这边已经到了尽头了，到这边。但是反过来这边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走，所以你可以让它继续过来到这。那这个地方刚好是正弦值是负的时候所对应到的角。那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出来，这个点呢是-1、-2/π。所以我们对反三角函数，至少反正弦，我们的定义是这样，我们就只允许这一段。好，我们只允许这一段。因为这一段就是我用最合理的常识上的角度，再加上我尽量把它扩张出来，让它允许做到最好的地步，但是你仍然要记得，这是一个约定。我只是在解释说我们为什么通常约定这一段。万一你今天不高兴，你想把它这段扯到这里来，其实我也没办法这样子。我只能说你考试的时候拜托你，用这一段，只是这样而已，好吧？那当然，其实你很快就会发现这段比较好用，因为其他部分都太人工，会很难用。好，所以如果我们要把它写出来，我现在把它写一下。所以我们通常是写成这个-1这个符号，
这个不是导数的意思啊，千万小心，这不是导数，就这个符号不是 sin x 分之一，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指的是 sin 的反函数，因为这个负一有反过来的意思。那当然，有一些人觉得这个符号不是很好，所以有些人喜欢用用 arcsine 的意思。那这个 arc 其实指的是弧度指的就是说是角度，我要求这个 sin x 的角度，其实是这个意思，这样子。所以你也看到一些书可能会用这个符号，或者一些简写写成 a sin。某些数学软体有时候会这样写，但是不管呢，这是同一个意思，这样子。然后它的定义范围呢，就是从负一到1到负2分之派。那写成这样就是我学乖了，就是我尽量把我的定义域跟我的对应域呢，把它写得刚刚好，这样我以后就不会迷惑它到底是哪里对应到哪里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负1到1对应到负2分之派到2分之派，在这个范围之内。那当然，如果你这边要写实数是 OK 的，就是说你这边如果要写真实数是无所谓的，因为我们已经讲过，反正你对应到那边当然是实数 ，OK。那我现在故意这样写，只是用很清楚的，它是哪一个范围对应到哪一个范围，把它写出来，让你看一下。好，这是第一个。那一样的精神，我们现在来看 y 等于 cos x。所以换句话说呢，我希望讨论一下 cos 的反三角函数，arccos。好，函数图形，这 y 等于 cos x， 所以它的反函数应该是说它对 y 等于 x 对称的图形。是这样子，一样，也是一个必须要特别处理了。那我们刚刚已经有经验了，所以我们现在比较知道要怎么做。第一个，正常角在哪里？这个是0，就是10。这一点是0，2分之派。在正的余弦值里面，你知道这一段，因为这一段刚好取在正常的角里面，从0到2分之派，取了这一段。取了这一段之后呢，然后你如果像刚刚一样要往负的地方发展，发现不行，这个地方不行。但是这边还有很多地方，而且它刚好是负的余弦值，所以取到这一段。因此呢，这就是我们的约定，这是从负1到1，0到派，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反余弦这个函数的约定。然后光是这两个函数其实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等式。就这个等式。你们不要看到很多式都觉得很恐怖但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你现在只知道说这是反正弦、反余弦加起来是2分之派，这是什么奇怪的关系但其实这个关系其实很简单，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你们至少在国中就知道的事情。这事实是什么？我给你一个直角三角形，假设这个是 arcsine x， 假设这个是反正弦，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意思就是说，就好比这个三角形其实是这样，就这段是 x， 这段是1。你不见得要写 x1， 你也可以写这是2x， 然后这是2，其实也可以。我现在只是为了方便，因为这是最方便的。因为正弦值是一个相似三角形的性质，所以你当然把它放大缩小是无所谓。我这样写，但是因为是 x 除以1，所以它其实是这个角的余弦，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 arccos x。这样子，就是这个角
它的余弦其实就是 x 除以1，所以你看这个式子讲的就是你国中就知道的事情，就知道三角形另外2个角是互余，这个角在这个角是2/π，这样子，所以这个等式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这样子。但这里面其实有一件事，好，这事情在你们的习题里面，当 x 小于0的时候，它到底对不对？因为我刚刚画这个角是正常直角三角形，所以我的正弦值是正的。现在问题是，如果它是负的，请问这个式还对吗？那你注意到这个图形，负的部分 ，arc cosine 刚好在2/π到π的部分 ，sin 的负的部分刚好才从0到负2/π，所以它的位置好像刚刚好是对的，它允许它加起来刚好是有一个小小的负数，然后加上一个稍微大的正数。那好了，答案是这是对的。反正你先知道它是对的，然后我会请你回去一下，稍微想一下为什么在 x 小于0的时候它也是对的。那这也不是什么很难的问题，但是你要知道这里面反正你就是要开始牵涉到你对三角函数本来的那些理解要拿出来想一下。不是那些很复杂的公式，而是三角函数基本的定义，你要拿出来想一下，那你才能够好好的把这些东西都回答。其实应该看17页就是我们大概上次谈到 arc sin 跟 arc cosine 呢加起来以后等于2/π，然后下面有好几个习题，不过它基本上是要研究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说三角函数本身不应该有反函数，所以我们取了反三角函数呢，是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处理。因此，你可以去问下面这件事情。好，就说照道理，如果你是真正的反函数的话，这边应该是等号。这边应该是等号，这样。但是呢，事实上，因为我们是做特别的处理，所以它不是真正的反函数，因此这个2个式子中间只有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对的？那我既然这样讲，就找哪一个是错的就好了。上面这个式子是错的，为什么？就是说 x 等于2π再进去等于0，arc sin 0呢不是2π因为你现在定义反三角函数的时候，角度只有从负2/π到2/π，所以如果2π再进去以后呢 ，arc sin 事实上会等于0，所以这个不对，这个式不对，所以我要你们记得的是下面这个式是对的，它比较好用。那这些习题基本上都是在讨论像这类的，尤其是3.7。那下面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相对来讲其实是比较简单，所以我们就不谈了。这个例子我应该要改写因为它只是很简单的问说，它在一个很简单的程度问你说 arc sin， 比如说1/2等于多少那这个因为都是正常的取值的范围，所以应该都很容易。那最后一个就是我刚刚问的例3.6的第3个，就是我刚刚问的这个这样。所以让我们翻回到18页。那18页我要请你们自己去研究关于剩下的4个反三角函数，然后利用我在礼拜2所讲的基本的定义反三角函数的规则，就是那个想法，那你很容易就可以确定说，其实它应该就是长下面这个样子。那我再一次强调，反三角函数的这个取法是个约定所以不见得每一本书一样。我就看过微积分书，我忘掉，可能是 arc cosecant 或者 arc secant 呢，它会取不同的东西。那它也有它的不是很有道理的道理这样子。所以但是我们在这个书的约定就是这样子，所以请各位仔细的看一下这些图，然后不要搞错。然后习题3.8呢，它是讲就跟 sin cosine 这一对一样。tangent 跟 cotangent 呢，因为也是互为余角，所以加起来是2/π。
arcsecond 跟 cosecond 呢，它们也是互为余角，所以加起来是2/π。那这些习题里面你要注意的都是在不正常的角范围，好，就是说这些问题都有它简单的那个成分，简单的成分就是正常角的范围从0到2/π，但是剩下的部分呢，你都要去稍微想一下，好，要回到三角函数的定义。那我们今天呢，好，我们今天主要在最开头要先来谈一个，在微积分里面一个基本的事情啊，但这个在高中的时候你们不会去问，就是，我看一下课本上是先写，好，先写 cosine 好。好，问这是什么？好。我如果给你一个 x， 好，然后你取它的反正弦，然后再取它的 cosine， 然后看看是多少。那你如果一直坚持，这些东西都应该有计算的公式的话，那就没辙。哦，我上次已经说过 ，arcsine 呢 ，cosine 这些东西都是你以前都是只能查表，好，或者只能记特别角。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东西要怎么处理。那理解这个东西呢，你要回到反三角数本来的意思。那回到那个意思，你就会觉得这比较有希望。反三角数就是什么？好，我上次讲过，这就是角度。好，我给你一个某一个值，这个值呢在-1跟1之间，然后你问什么样的角取值会得到 x。那因为这是一个角度，所以这个角度呢，你现在在做 cosine， 这就有道理了。好，这跟你连续取什么 sin x。或者 arcsine x， 那其实没什么道理，但是这个取法是有道理，因为这是一个角，所以你现在在取正弦是有道理的。好，那通常做这个问题呢，通常大概分2个部分，有一个部分我希望你一定要会，就这部分你不会，我会觉得很奇怪，这样子。这在我讲完怎么去做这个问题之后，那另外那个部分就牵涉到你对广义角理解多少。好，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你应该会的部分，所以我给你一个直角三角形，好，然后呢，我假设这个角就是我的 arcsine x， 那这个意思就是这一端是 x， 这个是1，好，我上次画过一次，就是如果这个角是 arcsine x 的话，那就表示它的这个弧，好，除以这个斜边呢是等于 x 嘛，所以我就取一个最容易写的，写成这个样子。那这么一来呢，我现在问这个角的 cosine， 其实就很容易了，因为这是毕氏定理，对不对？所以这个算一下是根号1减 x 平方，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得到 cosine arcsine x 呢等于根号1减掉 x 平方。好，所以这样讲其实也没多困难，好，其实还蛮简单的。好，这个只剩下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取的是正常角，正常角我现在画成这样，所以这部分谁都会做，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这部分你应该要会做。在我讲完像这样子的想法之后啊，基本上你是画一个画一个直角三角形，做一个毕氏定理，事情就结束了，这样子。但是呢，你记得这个 arcsine 啊，当 x 小于0的时候，当 x 小于0的时候。这个 arcsine x 呢，事实上是落在，好吧，我不要写，尽量不用区间。把0写进来好了。好，在这个里面。OK， 所以它是负的角。那负的角的话，你就得要回到广义角，你要回去回想，当你的角是负的，好，或者在其他的象限，除了第一象限之外，剩下3个象限你要怎么定？只要这个你很熟，这个都完全没问题。只要你不熟，你就回去复习什么叫广义角，好吧？这个工作一定要做。那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如果 x 是在这个范围，如果它小于0的话。那从这个 arcsine 的定义，你知道它这个角度呢是在这里，它是负的，
从0到负2分之派，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是 arcsine x， 所以这个直角三角形要用直角坐标，好，写成这样，这是直角，这样子。好了，那再过来呢，用类似这个的想法去做，所以这个一样嘛 ，arcsine， 你现在要求 sin， 所以就是这一段除以这一段，所以就 x 除以1，这样子。好，那 x 是负的，这没有问题，因为在广义角取三角函数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要负的，因为它是用坐标来看，所以这个 x 是负的是对的，啊，这没有什么不对。那这个地方呢，这个就变成根号1减掉 x 平方 ，OK， 一样。好，然后呢这一段的，因为是在这里，所以它的这个取的是取正的，所以这没有问题，根号1减 x 平方。所以即使在这个情况，你也得到 r cosine。好，所以你就得到完整的等式，就是不管这个 x 的取值到底是负还是正，反正就是这个结果。OK。那完全一样的想法呢，也可以让你回答这个问题。哦，这其实也是对的，而且做法完全一样。哦，那在这个例子的后面，我写了一些用别的方法来想这个问题。有好几种想法哦。譬如说，你可以用合角公式，啊，就是用其中一个方法是用这个方法。其实我应该用，啊，这是中间一个，好，那因为上一次我们讲过，这是2分之派，好，所以这等于1，然后这个地方，哦，用合角公式去做，那这里面会出现，我试着写写看好了，其实我本来没有要写，你不要看到这么多东西放在这边，你就眼睛就花了哈。反正你记得这些，反正就是角度，这种东西都是角度，所以就跟你平常写这个三角恒等式的时候是一样。但是这个公式你如果不会，那就算了啊。至少在这个题目里面，其实你有别的方法可以做。那如果你用这个方法，你可以看这边就是我刚刚讲的，好，这个就是 x， 这个也是 x。那我们刚刚已经做出一个，这个是根号1减 x 平方，然后这个是问号。好，这样子，所以这等于1，因此这个问号等于1减掉 x 乘以 x，1减掉 x 平方除以根号1减 x 平方，所以就得到这个结果，这样。好，这是一个做法。那习题里面呢，还有一个做法是用另外一个三角恒等式，就是用 sin 平方加上 cos 平方等于1。好，你也可以做。好，那个我就不讲，好，这是留给你们当习题。好，这个是比较简单的。那我现在要讲一个比较难的，所以我们来看习题，我们看习题3.10的第6题。那这里面呢，我要做的是 tangent arcsecant x。好，那各位先看一下18页里面 arcsecant 的定义，因为是 secant 的关系，好，所以你取值的时候 ，secant 的取值呢，要么大于等于1，要么小于等于负1，好，因为这是因为它是 cosine 的导数的关系。然后它取值的范围是从0到派，但是要把2分之派扣掉，好，就是这样子。所以它基本上是属于0到派的这个情况。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记得。有一个是简单的，简单你一定要会。好，譬如说小考的时候，我如果考这一题，简单的部分占1半分数，复杂的部分占1半分数，啊，就是这样。好，假设是 secant arcsecant x， 那这个角度呢，它的 secant 要等于 x， 所以是什么？所以倒过来，这是 x， 这是1，对不对？因为 secant 是这个除以这个嘛，所以这个是 x， 这是1。然后你现在要求 tangent， 所以你现在先用毕氏定理算一下，这是 x 平方减掉1开根号。所以在这个范围里面呢 ，tangent
second， 好，这等于 x 平方减1这样子。好，这份不困难嘛，好，就是当你很清楚的搞，就是很清楚这个反三角函数意思之后，其实这个是不会难的。好，这部分是比较简单。那我们现在来看那个另外那部分，稍微难一点的部分。那稍微难一点的部分，你先记得，当 x 呢是在另外一个范，就是在 x 是负的时候 ，x 小于等于-1的时候，它取值呢是在从2/π到派，哦，所以从广义角来讲，它取的范围是这个范围，就是记得这个是啊，因为它是大于2/π啊小，然后小于等于派，聚焦在这里。然后呢，你记得广义角取三角函数，你要这样取，直角，然后再过来看起来跟刚刚这个一样嘛，哦，所以这个就是1x， 那这样子 second 就可以算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边就变成根号 x 平方减1，所以 tangent 的这个一除就变成根号 x 平方减1，那不是都一样吗？哦，这个对不对？这是错了，看到错在哪里吗？这地方是错了，哦，就是这个地方如果真的要写，其实你要写成这样，要加负号，哦，因为这样子你才满足你广义角的约定，因为这段要是负的，这段必须用坐标值，坐标值现在是 x 是负的部分，所以这边要取-1，但因为你这边取-1，所以这边要取-x，因为你这样除完之后才会是 second 等于 x 嘛，所以这个一定要写-x。然后你担心这个-x 会有问题，但是你记得 x 本身是负的，在我们现在讨论这个范围里面 ，x 小于等于-1，所以你现在乘上负号刚好是正的，所以这跟我们取广义角的时候一样，你记得这个斜边的部分一定要是正的。好，它的两股部分可正可负，但是斜边一定是正的。好了，所以你写成这样，其实这样写才是对的。但是因为你这样写呢，所以这个地方这部分当然还是对，这根号 x 平方减1，因为这个是正的坐标，这部分没有问题。但是这样 tangent 就不一样啊，所以得到这个结果，所以这个其实是负的，好，因为它是这一段除以这一段，所以是负的。好了，那这个才是对。那我相信只要你们对广义角稍微复习一下，做这部分完全没有问题啊。但是这个是属于第一章里面跟高中就是稍微比高中多一点的东西，那而且这件事情后面会用到。